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要点。一 SEC 主席 Gensler， 比特币不是证券不符合豪威测试 Howey Test。二超时间加密交易所曾表态在香港申请牌照却没执行，包含币安、AX、HTX 等。三新的研究显示 95% 的 NFT 已毫无价值，还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吗？四 COMEX 是谁？币安真的退出俄罗斯市场？社群质疑，事情不单纯。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主席 Gary Gensler 对加密货币长期持有打压态度，曾声称大多数加密货币属于证券。而在昨27日晚间，美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共和党主席 Patrick MC Henry 在当日的听证会中询问 Gensler 比特币为何不是证券时， Gensler 在试图回避后终于承认，比特币不符合豪威测试 Howey Test， 这是美国判定证券的法律，它 BTC 不是证券。但除了比特币之外， Gensler 在此前准备好的证词中仍坚称大多数加密货币和加密公司都广泛地存在着不遵守证券法的情况。加密货币交易所 JPEX 涉诈骗风波持续延烧，香港证监会也针对此事采取多项措施，表明未来将公布4份虚拟资产名单，包括持牌平台名单、结业平台名单、被当作或牌照平台名单以及新增申请者名单。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证监会在今年6月正式实行新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制度后，许多业者都曾声明表示有意愿申请牌照，但如今证监会周一公布，仅有4家正在申请阶段，分别为 HackBitEX、HackGG、HackVax 及胜利证券 Victory Securities。这也间接证明，事实上多间宣称申请牌照的公司，其实并无递交申请。而港媒香港01早在上周就整理制出少有15间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或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宣称正申请、拟申请、计划申请、展开序幕、正式出击，预计某年某月获得牌照。当前该媒体进一步公开曾称申请牌照却未申请的名单。非同质化通证 NFT 是数位复兴的标志性产物，在2021年牛市期间因炒作达到顶峰。NFT 市场在2021年8月的月交易量接近28亿美元，但到了2023年7月，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大多数 NFT 毫无价值。报告显示，目前持有 NFT 的 95% 的人都是在做毫无价值的投资。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我们估计这 95% 的人中有超过2300万人的投资现在一文不值。调查还揭示了 NFT 的环境足迹，在没有明显所有者或市场份额的19万个 NFT 中，铸造资产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2048个家庭1年的碳排放量。NFT 的出现和随后的低迷揭示了 Crypto 市场的炒作周期。当投机者开始寻找下一个淘金热时，问题仍然存在，即这些 NFT 是否缺乏真正的用力。在诱惑和光环之下， NFT 的故事是对创造者和投资者的严酷提醒，也是一个关于投机狂热的危险案例。币安于今日下午发布公告表示，由于俄罗斯业务的拓展与该交易所的合规策略不相容，因此将把俄罗斯业务实体出售给 COMEX 交易所。此外，币安在公告中强调，此次交易将由 COMEX 直接买断，币安完全退出俄罗斯。币安不会从此次出售中获得持续性的收入分成，也不会保留任何回购该业务股票的选择权。很明显，此举是为了避免被美国司法部找茬所做出的决策。然而公告一出，社群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谁是 COMEX？ 种种疑点不禁让人怀疑， COMEX 或许并不像大家最初认为的是一家第三方公司，而是如同 BAM Trading 币安美国运营商与币安之间的某种代理关系，又或者说是币安为了兼顾合规并同时维持在俄罗斯市场的业务而设立的空壳公司。根据 SimilarWeb 的数据，俄罗斯一直是币安最大的市场之一。
就 binance.com 网站的用户访问量而言，该国被列为最大市场，在撰写本文时占总访问量的 6.9%， 更别提背后庞大的额外获利管道。对币安而言，完全放弃该国市场确实相当可惜，但同时也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势必会成为监管机关的调查重点。